大家好，我大生。今天咱们换一下口味，看一下两位传奇球王在90年代的一场精彩对决。关于这颗神奇的帆带，咱们待会儿再聊。史蒂夫·戴维斯，80年代的斯诺克传奇球王。关于他在斯诺克界的成就，想必已经家喻户晓。但是他的另一个头衔，想必很多兄弟就不知道了。他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在斯诺克和九球都获得过世界冠军头衔的球员。2001年的九球世界杯，史蒂夫·戴维斯凭借一支公杆9-5战胜了今天跟他对决的这一位传奇巨星埃弗恩·雷耶斯，成为了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一位台球双料世界冠军。而现在场上击球的这一位，只要打过九球的兄弟们应该都清楚，他就是90年代大名鼎鼎的菲律宾球王魔术师雷耶斯。关于雷耶斯的传奇经历，大圣之前也聊得不少。所有从菲律宾走出来的球王几乎都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出身贫民窟；第二，全是野路子；第三，通过地下黑球成为菲律宾的地下球王；第四，再到湾湾跟美国边框。看看雷耶斯这一身打球的烂动作，再加上跟隔壁老王一样其貌不扬的长相，再加上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那些抽着雪茄喝着啤酒的老外，他咋看也看不出来你会打球不是？说实话，当年那帮科班出身的欧美职业球员被菲律宾这帮野路子那可是坑到姥姥家去了。从雷耶斯、巴斯特芒廷再到后面的奥考洛，莫不如此。出道之后，先到夏威夷、拉斯维加斯收割一番，专捡职业球员打，谁刚拿了冠军就找谁。兄弟们都知道，这打点台球赚点钱不容易啊，特别是打九球那帮哥们儿。所以说，从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欧美那帮打职业的九球运动员，这日子呀就没咋抻头过。菲律宾的收割完了，湾湾又冒出一批，特别呀是刚刚前不久去世的杨清顺。关于阿顺的故事呢，有机会再给大家聊。下面呢，咱们就来看一下两位球王的精彩对决。注意看一下，当时的戴维斯呢，还用的是斯诺克球杆，但是啊，这支球杆呢，铜头很脏，估计啊，也是在球房随便拿的一支公杆。很多兄弟呢都认为打斯诺克跟打九球就是降维打击，其实啊，打斯诺克跟打九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运动，两个运动的发力方式都完全不一样。要大圣来总结一下的话，一个要活，一个要死。斯诺克讲究严谨规范，而九球讲究灵活多变。打斯诺克讲究锁肩、锁走、锁腕，而打九球则恰恰相反，肩要活，走要活，腕更要活，只有这样白球才会活。一个严谨规范，一个天马行空，所以说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Efren attempted a one-rail kick shot, but has now left a shot opening the table for Steve Davis. Steve Davis reached 8 World Snooker Championship finals in 9 years and secured 6 world titles. Surely this man is no joke. He has the ability to adapt and switch to pool, which is a different discipline.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杆难度并不大的8号球的进攻。这一杆就是吃亏在了球杆上，小头杆打大球的刹车，如果是斯诺克的母球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是9号球的母球，这个重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呀，史蒂夫·戴维斯在97年以后，他呢也经常参加九球的比赛，只不过球杆换了有点类似后面波茨杆的那种杆头，对准度的影响比较小，杆法上呢吃亏也不大。
下面呢，咱们就来看一下真正的顶尖9球高手跟斯诺克职业球员到底有什么区别。刚才呢，这颗3号球老球王又出现了失误，但是幸运的是形成了一杆吊球。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雷耶斯是怎么解的。2库之后打到3号的薄边，白球勾走，我不但解球，而且还给你形成反吊。这种球呢，在雷耶斯的职业生涯里可谓是数不胜数啊。接下来看戴维斯的解球，解到之后效果好像还不错，老球王呢好像还很满意。接下来注意看雷耶斯，看他在瞄库边，再放大一下看一下，他在瞄一个4号球界下的线路。这颗球呢不光是这样，现在箭头指的就是目标球，上方的8号球还挡到了一点点，这颗球呢还需要加很强的右塞。接下来看雷耶斯的这一杆，先看3号，规规矩矩的按他设计的线路进了顶带，啥叫魔术师？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接下来再看一遍，注意白球有很强的右塞。接下来再看这颗4号球的处理，远台的非常强的左塞的刹车，这样的杆法你用斯诺克的球杆能办得到吗？ This is truly what sets apart Efren Reyes from any other pool or snooker players. It is his ability to make these kinds of shots in serious and high-stakes matches. 雷耶斯利用一杆非常精彩的倒挂金钩成功脱困。接下来的这一局，史蒂夫·戴维斯本来仍然有机会，但是这一杆还是吃了球杆的亏呀。当然，这也不光光是球杆，作为斯诺克球员，他就不会发9球球员的那种力，再加上球杆的弹性不够，这一杆老球王又把自己给吊上了。解球又出现了失误，这就给了雷耶斯自由球的机会，在9球桌上，这就等于自杀了。其实咱们现在看到的影像呢，是老球王刚刚参加9球职业赛的影像。那个时候呢，他对于9球就是小白。97年以后，他换了中投杆，再加上他个人对9球的认知也不一样了，所以啊，才会在2001年获得9球世界杯的冠军。Once he takes hold of them, he never lets go. With a solid run out, Efren is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最后一局。刚才呀，兄弟们可能没太注意，打9球呢，对开球是相当讲究的。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戴维斯的开球，这个开球呢和小白没什么区别，基础的开球发力他都不会。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下雷耶斯。其实雷耶斯在所有的职业选手当中开球不算好，但是比起戴维斯来还是强了不少，9球直接开进。比赛结束，雷耶斯也是给老球王史蒂夫·戴维斯上了一课。不过6年之后，史蒂夫·戴维斯就找自己的老师报仇了。如果大家喜欢类似的视频的话，那么大圣也会经常给大家做一些9球，包括弯弯的235，就是台式开轮，还有14 1等等等等。反正都是台球嘛，大家也可以换换口味。谢谢大家收看，我是大圣。